和尤昌发一起遨游音乐世界。创作者：尤昌发，制作者：谢朝忠。管弦乐法的欣赏。在西洋音乐里，管弦乐作品是一大宗，几乎所有的作曲家都有管弦乐作品。钢琴曲有钢琴曲的欣赏标准，声乐曲有声乐曲的欣赏标准。管弦乐作品的欣赏标准是什么呢？在我刚刚留学回国的时候，台湾的交响乐团程度很差，连贝多芬交响曲的技巧都没有。作曲家没有实习自己作品的机会，所以连贝多芬式的管弦乐都写不出来。常见的事情是，作曲家常常写出乐器几乎不能演奏的旋律，甚至写出来的乐谱是乐器没有的音域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好的管弦乐作品用到的乐器性能，一定是能演奏、表达乐曲情感的。举例来说，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第1乐章的头就不可以用长笛独奏来担任，因为那么有力的3短1长的音乐，长笛独奏是没有办法表达的。另一个好的表达乐曲情感的乐器演奏例子，是圆舞曲蓝色多瑙河的最开始。我们可以听一下这首曲子的最开始一段，所有的乐器清楚地表达出来多瑙河破晓、天光出现、小鸟鸣叫的情形。如果我们听清楚了这2段音乐，再去回想上次听过的展览绘制画管弦乐，就会知道欣赏管弦乐的第一个原则，演奏要能适当地表达出乐曲的情感的意思。除了乐器要能表达音乐的感情，是想要的声音被人听到，次要的声部要比较，衡量管弦乐法的另一个标准，小声。比如你想用长笛吹田园风光，法国号做模糊的背景，这时法国号就不能吹太高的音，因为会吹不了小声，盖住长笛，变成主要声部。写管弦乐就只这2个原则了，其实很简单，没什么了不起。
不过作曲的技巧本来就没什么，最难的是音乐感和想象力。技巧说出来真的没什么，只是有的人不知道而已。